它呢马上就可以回家，马上你尿尿不顺的情形是几乎立即改善，它的出血也很少，然后疼痛也很少，感染的情形也很少，并且呢完全连放尿管都不用。欢迎您来到心灵咒语我的频道，我是星际律师和正平医师王丽慧。今天这一集是男人特辑，就是要来跟各位介绍如何用最新的技术，不但可以治疗你肥大的困扰，而且呢还可以守护你的幸福。那么我们知道射护腺是男人独有的器官，但是到了一定的年纪以上，几乎每一个男士都无法幸免于射护腺肥大。那射护腺它的正确医学名词叫前列腺。那这个肥大造成的症状就是你半夜需要起来尿尿，你尿得不干净，有时候是尿不出来，就是滴滴答答，甚至还会尿失禁，非常的困窘。那么我们在临床上，因为呢男性幸福是我们长寿医学一个很大的重点，所以我们特别开设有男士幸福门诊。那在这样的门诊里面，我们就遇到了很多人，他在前列腺的困扰，或者是说前列腺做了一些治疗之后，影响到他的幸福。那因为我们治疗的男性幸福的患者相当的多，所以我也会去参加男性医学会的年度大会。那么今天要分享3种比较新的疗法，这是我在今年的男性医学会年度大会里面学到的。那么首先我们来介绍一下前列腺或者说是射护腺，它其实是环绕在男士的尿道的周围，它是把这个尿道把它包住的，所以如果射护腺肿大，它就会压挤到这个中间通过的尿道。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样的图形，如果您觉得有帮助的话，请您帮我按个赞。在射护腺肥大的话，我们先会用口服来治疗。那如果口服效果不好呢，过往的半个世纪我们也都不是用开刀的方法，我们是用经过尿道的内视镜切除术，我们叫 TURP。 那这个是有健保给付的，那这已经比开刀好非常多了，不过还是有疼痛的问题、放置尿管的问题、住院的问题，或者是影响到男性幸福的问题。那所以今天要跟各位介绍这3款呢，就是水刀的消融术，还有水蒸气的灌注术，以及呢射护腺拉提的钉子术。那么现在呢，就跟各位先从比较复杂的这个说起，然后呢最后面跟各位讲到呢最简单最快，不用住院，然后也不用放置尿管的。我们先从比较复杂的说起，就是水刀消融术。水刀切割各位应该其实都是有概念的，也就是我们把水柱把它加压，让它的速度喷出来的时候喷得非常的快。高压的水柱喷出来的时候，它是有类似像刀子一样的切割方法，或者我们叫做 aquablation。 那么我们把这个应用在射护腺肥大的切除上面，它是在一个超音波影像的导引之下，我们从直肠把超音波放进去所以呢整个过程当中我们都是可以从超音波直接有影像可以看到现在正在做什么。在超音波的引导之下，把要消融的范围把它做定位，非常清楚的定位，然后定位好了之后呢，就是机器手背直接来执行这个水刀消融，所以它不是用手工的，也不需要凭医师的经验，就非常精准的来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呢，如果跟刚刚讲的经尿道的内视镜切除术比起来的，它们2个时间是差不多，大概都是要半个小时。但是水刀消融术它的时间其实都是花在定位，其实它真正执行消融是非常快的。当你的医师定位完成之后呢，你按键按下去之后，你的机器人手背开始执行消融，它所需时间非常短。但是这个是需要全身麻醉的，它也需要住院，大概住个6天，然后术后也是要放置尿管，然后术后的疼痛也都是有的。那你说这样有什么好？都还是这样不舒服怎么好？因为呢它就是机器人手背然后加上呢它又有超音波引导，比原来的内视镜看得更清楚，在超音波的导引之下，你定位定得更清楚，然后它也不需要凭借医师的经验去手动，它是直接交给机器人去做，所以呢感觉就更客观，更没有误差。那我们来看一下它跟传统的内视镜刮除术比较起来的话，它造成的一些重大的后遗症确实也是比较少，然后呢它保护到男性的幸福也确实保护的比较好一点，但是我们不是说完全都没有。那再来的话呢，它的消融的干净程度也会比内视镜再好一点，因为它用的是超音波导引，看得更清楚。所以这些呢是有略胜一筹的地方。那不过刚刚也跟各位讲了嘛，它还是需要全身麻醉，它还是一样要放置尿管它是适合比较
大的，就是呢，整个这个射护腺好大一颗哦，这个时候可能需要采取这一种。那么接下来第二种跟各位介绍的是呢，水蒸气灌注法。那水蒸气是怎么样可以来处理这个肥大的射护腺？那各位就要了解，通常水蒸气就是热腾腾的哦。我们通常感觉如果水变成蒸汽的时候就是很热。刚刚我们讲的是水柱把它加压，让它冲出去的时候速度非常的快，它可以变成像刀子一样的锋利。那现在是呢，等于把水加热之后让它蒸发变成水蒸气，所以它是70度C 的水蒸气，很热。那当这样的热碰到你的射护腺的组织的时候，当然你这个细胞就会坏死。那坏死之后呢，再让你自己的身体慢慢的去把这些坏死的细胞把它吸收掉。所以这个水蒸气灌注疗法，它其实进行的时间非常快，它只需要10分钟。还是一样要做一些麻醉，但是你可以用一些舒眠麻醉，就是好像你在做胃镜跟大肠镜一样，就是让你睡着这样，不用住院，做完就可以回去。但是必须要放置尿管，大概要放个2个礼拜左右的尿管，这个还是需要的。但是它整个手术的过程已经时间缩短了很多了，而且你看不用住院，是不是你就不用请假？你感觉比较不会是那么重担的一件事情，要耗费1个礼拜在医院，感觉是一个即知即行的一个方法。但是这疼痛都还是有的哦，出血也还是有的。最后面跟各位介绍这个更简单的方法，因为我们是循序渐进嘛，我们从最复杂开始讲。第3个我们跟各位介绍就是最简单最快速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定舒针法，我们称之为射护腺拉提术。那它的拉提不是像我们在拉提这个脸，说要让我的脸变 V， 然后我们把它拉提上来。我们所谓的射护腺拉提术的话，是因为我们刚刚讲这个尿道在中间，射护腺是环在周围嘛，我们就把它往2边拉开。所以这个钉子呢，这样子打进去之后，把它往旁边拉开，那你的这个尿道就顺畅了嘛。那在外侧的这个是颞髂合金，然后在靠近尿道的这个钉子，它是属于不锈钢。所以呢，这2端是钉子，但是中间这一块是 PET， 是一种塑胶材质的东西，这样把它拉开。那它适合在射护腺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肥大没有肥大的很厉害。因为呢，你如果越肥大越厉害的话，你就要打越多钉子。每一根钉子就要4、5万哦，这都是自费的。所以你觉得，如果你的射护腺真的好大一颗的话，可能你用这个方法来做的话，你的花费就会过高。那它的好处是呢，它真的就是不用住院，那甚至它可以局部麻醉。但如果你比较怕的话，你还是做舒眠麻醉。那它呢，马上就可以回家，马上你尿尿不顺的情形几乎立即改善，然后它的出血也很少，然后疼痛也很少，感染的情形也很少，并且呢，完全连放尿管都不用。那当然，这夹住之后，可能射护腺还是会继续的变大嘛，所以呢，如果有一天你真的还是要来进行别种治疗的时候，我们刚刚讲这个钉子的中间这一段呢，是 PET 的塑胶材质，我们到时候从中间剪断或烧断，就可以把钉子拿起来哦，这个也没有影响。那目前根据统计追踪的话，它大概可以效果维持个2到5年这样。如果你打了钉子之后呢，你以后还能不能够做核磁共振呢？因为各位可能听过植入一些金属的东西在身体里面，金属跟核磁共振这个强大的磁场会有作用，所以很多人会说身体里面有金属的时候不能够做核磁共振。但我们刚刚讲这个钉子呢，外侧的时候它是颞髂合金，然后呢内侧是不锈钢，这些都不会跟磁场有作用，所以你仍然是可以进行核磁共振的影像检查哦，就后续如果需要追踪的时候。那我们要讲到就是定舒针的这个方法的话，它几乎就是不会伤害到你的血管，不会伤害到你的神经，可以呢保住你的幸福的功能。但我们还是讲，没有什么东西是100%的。很多的泌尿科的一个朋友们，他们就会讲说啊，有时候以为会有问题，结果后来就是没问题，结果本来觉得应该完全不会有问题的，但是后来还是有问题了哦。所以不过要跟各位讲的是呢，如果有射护腺癌的风险哦，或者是有这样的疑虑的时候呢，这个夹钉子的方法，或者是水蒸气灌注的方法，或者是水刀消融的方法，都没有拿出任何的组织做病理切片，所以各位这个要考量。如果是觉得有射护腺癌的危险呢，这样子的治疗你没有拿到任何的射护腺组织去做病理切片，是没有办法判定你到底有没有癌症的。那么今天跟各位介绍的，不管是水刀的热的水蒸气的灌注法，或者是定舒针的拉提法，他们都没有拿到你的射护腺的组织来做病理切片。如果你是有射护腺癌的考量，或者是有这样的忧虑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来帮你做诊断，他只是直接的处理掉你射护腺肥大的部分，对于癌细胞无法做确诊。
所以呢，这个要另外的去考量。如果您有风险的话，您就不要考量用这种方法来做。那么今天跟各位讲的，从最复杂的到最容易的呢，就是你要去考量，是不是你的射护线真的很大颗的时候，你就不能够走最简单的路。那如果呢，你是希望可以完全的不用去请假，然后术后不用去疼痛，那你就可以选择用订书针的方法。但是我们刚才也讲过，它也是所费不赀，它根据你打钉子的数目来收费。那你要考量你的预算，那所以你会不会去想说，我可能用一下水蒸气消融术呢？那水蒸气消融术要放置尿管，那放置尿管，现在我们也不是让你绑一个很大的尿袋哦。我们知道，如果是放置尿管的话，你的尿就是会一直不断的流出来，所以过往就是会用一个尿袋来收集你的尿，但是你这样子去上班会非常的尴尬，所以现在有一种所谓的尿管盖。这个盖子呢，直接就是把这个尿管的前端把它塞住，然后等于尿呢还是囤在你的膀胱里面。那等到你的膀胱真的很胀的时候，你就到厕所去把这个盖子打开，把尿放掉就可以了。所以还是有越来越多新的方法可以解决各位的困扰，让大家的生活越发的平静跟正常，然后又可以把疾病状况把它治好。请您帮我按赞、分享跟转发，谢谢各位。